接着学习前片，采用右手长为切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，同样分为下摆、身体和胸片。这里下摆的织法与后片下摆相同，身体接着下摆继续往返编织，形成这样的花样。用到的新织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织身体第一行，注意换针，这里为了前片花样对称，不同尺码边缘的针法有所不同。想让这里以最小码为例进行演示，编织其他尺码的可以先学会织法，然后对照图解编织。对照图纸，小样先织4针下针。接着是一针右加针，这里在下针位置织右加针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右下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里织出了2个线圈，继续织2针下针，一针右加针，这里是上针位置，先挑横线的右侧织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，右加针完成，继续织2针下针，一针右加针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在上针位置织右加针，先挑横线的右侧织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，继续织2针下针，在下针位置织右加针，先挑下方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右加针完成，后面继续间隔2针织一针右加针，织完这一行。结尾注意对照图纸编织，小样这里结尾织4针下针。最后一针织完后，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2行，翻面，对照图纸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这里全部织上针即可。第2行完成，下面织第3行，先织一针下针，接着是左上并针再加针符号，右针从左向右同时穿入左侧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注意线圈暂不放开，右针继续穿入右侧这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放开线圈，这样就完成一针左上并针再加针。可以看到，
左侧的线圈在右侧线圈上方，线圈数量不变。下面织一针右上并针再加针，右针先以下针的方式依次挑下左侧2个线圈，套回左针上，右针从后方穿入左侧这个线圈后方这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线圈再不放开，右针再从右往左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放开线圈，右上并针再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看到，右侧的线圈在左侧线圈上方，线圈数量不变。继续织一针左上并针再加针，右针从左向右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右针继续穿入右侧这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放开线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针左上并针再加针。继续再织9针左上并针再加针。完成后，织一针右上并针再加针，右针以下针的方式依次挑下左侧2个线圈，套回左针上，右针从后方穿入左侧这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右针再从右往左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放开线圈，右上并针再加针就织好了。后面继续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最后一针织下针，第3行完成，后面第4行对应着上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织第5行，先对照图纸织2针下针，然后织2针右上并针再加针。接着织9针左上并针再加针，可以看到这里针法不同朝向的纹理是连着的，
继续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最后织2针下针。第5行完成，后面的第6行在反面编织上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身体剩余的行数继续对照图纸往返编织，形成这样的花样。编织时注意对应针法个数变化。针法前面都演示过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身体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胸片，接着身体继续往返编织花样，腋下同样需要减针。方法与后片腋下减针类似，减针完成后不加不减编织。大家对照图纸一直织完领口位置前面一行。织完领口前面一行，下面需要分左右肩编织。先编织左肩，这里我用详案演示，针法及行数、针数均不做参考。先数出一半的针数，用系腰扣隔开，然后对照图纸织到系腰扣前。详案这里针法随机。大家注意对照图纸编织花样。完成后，织下一行，翻面。按照腋下减针的方法，通过收针进行减针。具体减针数，大家对照图纸进行编织。详案这里减针数随机，继续织完这一行。后面的行数按照我演示的这2行的织法，在领口一侧继续减针，具体减针规律请参考图纸。结尾几行右侧开始引反编织，引反编织的方法与后片对应位置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左肩织完。肩部完成后，与后片对应的肩部合并收针，注意前后片肩部的针数不同。合并时，前片注意减针，具体合并收针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
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两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两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合并收针完成后，继续编织右肩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右肩的编织。找到领口中间位置，取出新线，穿入缝针，在反面打结接线。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藏一下。继续编织对应的针法。小样这里是右上并针再加针，实际大家按照图解编织。
在右侧这个位置后期要扣标记。方便后面找到领口中间位置。继续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肩部第一行织完后，反面继续对应至上针，后面在领口一侧开始减针。方法与腋下减针类似，左侧不加不减编织，结尾处引反编织形成斜肩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同样与后片合并收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合并收针完成后，将前后片的下摆及身体侧边缝合起来，按照行与行的连接方法进行，具体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。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。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
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到这里，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袖子，采用右手长围起人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，分为袖边、袖身和袖衫。
绣边的织法与后片下摆类似，注意针法不要织错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后面编织绣身，织法与后片身体类似，注意换针。这里需要在对应的行数首尾进行加针，用到了扭加针的加针方法。具体扭加针的织法，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我们通常说的扭加针，就是指下针的扭加针。织扭加针前，可以看一下，两针之间有这样的一根横向度线。编织时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。第一种，将左针从前往后挑起这根度线，然后将右针从这个线圈的后方穿入，织一个下针即可。我再演示一次。从前往后挑起横向度线，从后方穿入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第二种，将左针从后往前挑起这根度线，然后将右针从这个线圈的前方穿入，织一个下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左针从后往前挑起横向度线，右针从前往后穿入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可以发现这两种情况编织的扭加针下方线圈交叉的方向刚好相反。由于加出的一针较紧，因此纹理不是很明显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选用。绣身织完后，继续编织绣纱，再2次减针，方法与后片腋下减针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在结尾扶针收针，具体扶针收针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
现在还剩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袖子织完后，将袖边和袖身的侧边缝合起来。方法与前后片侧边缝合方法相同。最后将袖衫与前后片袖洞位置进行缝合，腋下缝合位置对应。袖衫收针的中间与肩部拼接位置对应，中间多找几个点固定，按照针与行的缝合方法进行缝合。具体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，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到这里，袖子就夹接完了。最后学习领子，在前后片领口位置挑针，绕圈编织双螺纹，并在前领中间减针。用到的新针法是中上3针并一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挑针，想让这里从后片右侧拼接处开始挑针。可以看到织物侧边有这样一个个小辫子，辫子后方有这样的洞眼，穿入这样的洞眼挑针。收针位置同样穿入收针下方这样的洞眼进行挑针。
这里不一定一一对应挑针，可以将后片分成几份，对照图纸均匀挑出对应的针数即可。具体针数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保证织片平整，总针数是4的倍数加1即可。选项这里调整位置随机。拐角处也可以适当挑针，如果出现较大洞眼，可以往侧边挑一点。尽量不要出现较大洞眼，扶针收针位置穿入下方的洞眼挑针。继续往下挑。挑大约整体的1/3后，换另一根方针挑。交界处注意稍微拉紧。前片侧边同样有这样一个个小辫子，穿入收针辫子后方洞眼挑针即可。到了中间位置，在系腰扣位置挑一针，并在其右侧扣一个系腰扣标记，方便后面找到减针位置。继续挑完这一圈。注意前片领口两侧针数尽量保持一致。完成好核对下针数，挑针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一圈，取出第4根针，绕圈编织双螺纹。注意棒针交界处注意拉紧。一直织到系腰扣前剩余1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这里右棒针最后一针的针法可能与图解不对应，没有关系，只要左右两侧针法对称就可以。在这里织一针，中上3针并一针，
右针从左向右穿入右侧这2个线圈，挑下不织，然后左侧线圈织一针下针，再将不织的2针挑下，中上3针并一针完成，在其右侧扣记号扣标记。接着编织与记号扣右侧一样的针法，这样形成左右对称。想象这里是织下针，后面继续编织双螺纹。最后2针编织上针，这样第1圈就织好了。后面的圈数按照第1圈的织法，对应编织双螺纹，同时在记号扣前剩余1针时，在这3针上织中上3针并一针。如果其中一侧线圈不够了，从前一针或后一针绑针上移动即可。减针两侧针法要对称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全部完成后进行单螺纹收针，具体收针方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全部织完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1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1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1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，
固定线圈。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这样单螺纹收针就完成了。这样领子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